相信很多朋友们在实际交易中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找到合适的一个支撑位，在行情运行起来的过程中，尤其是像美股这种持续上涨的市场，包括台股等等，你会发现行情运行的时候，你知道布林通道中轨是支撑，但它有的时候它不踩到中轨，它也继续往上涨。然后呢，如果这种时候我们去用像这种移动平均线，它可能会出现好几个支撑尤其是有的时候如果稍微带点震荡，那么移动平均线就完全失效了。那么到底找到一个什么样合适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在行情上涨的过程中找到小级别，例如今天踩到支撑没或者说这一个小时、60分钟甚至更小的周期支撑到底在哪里？今天呢，大帅就用这期视频帮大家解决这个技术的难题，用我自己独一无二的方法，让你听完这期视频后可以解决碰到交易，当行情走趋势行情很强持续往上的时候，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可以通过这些来把握住一个行情实实在在的一个移动的支撑位，从而根据这个支撑位来做出符合你体系、符合你纪律的事情。还有喜欢本视频的这个朋友们，请给大帅这个点个赞然后本期视频的话呢，大帅会用到自己独家编写的 Trading View 指标来给大家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有这个大帅独家编写的 Trading View 指标。今天的话呢，我们要用到的是这个大帅趋势买卖第2版本用到这个指标呢，就可以解决刚才大帅给大家说的这个基础方面的难题了。大家可以搜索这个大帅趋势买卖 V2， 在我们平常用的这个看盘软件 Trading View 上就可以搜到。这个呢是大帅编写的一个免费指标，我会在简介里留上链接。如果你找不到呢，你就在评论区告诉我，我就把这个链接呢直接发给你。这个是完全免费的，可以直接在 Trading View 上使用的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很多人在使用了。然后我们把这个指标应用在图上，你就可以看到它就直接一目了然的给你展现出市场的一个位置，并且很好用的一点它可以帮你把这个支撑位包括止损位都显示出来。好，那么我们直接进入主题，我们先以这个美股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会儿呢再用加密货币给大家讲解。最后的话呢，我会给大家讲解一个更加实战的一个把握住一些确认机会的一个策略方法。好，首先呢，把大帅趋势买卖 V2 打开之后呢，这个里面呢，大家可以自己根据设置需要和编写很多东西我都写在里面了。因为你不需要中间这个线，你可以把它关掉或者你不需要显示这个信号线，你也可以把它关掉包括这个移动线，大家可以自己设置。一会儿我讲完什么功能，你就可以自己设置了。然后所有的参数我也写在这里了，你可以根据需要来修改这里有这个用到的参数，这个里面呢用到了很多的一个参数大家可以自己修改，这个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一会儿我会详细讲。好，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怎么使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很简单明了的我们最主要使用的是这根黄线这个黄线呢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趋势线，并且编写这个趋势线的时候呢，大帅加入了 RSI 加入了均线确立，让它可以根据行情随时变化。我来举一个例子，例如当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当英伟达处于上升市场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走势就是简简单单的沿着黄线往上涨。那么在这会儿呢，整个市场离你最近的支撑位就是黄线。举个简单例子，
你在这里发现了行情，那么离你最近的支撑位就是在这个位置，黄线这个位置啊，在这里呢就是黄线这个位置啊，在这里呢就是黄线这个位置啊，在这里呢就是黄线这个位置。这样呢，你就可以找到日线离你最近的支撑位，并且可以以这个位置来做一个止损位，这点很重要。我举个简单例子，假设你想把握一波长线的波段，你不想找支撑，你这会儿就想进去，那么举一个例子，你又在这个位置，你进去了，你的止损就可以设在黄线这个位置，并且可以根据黄线每天收盘的时候呢不断提高啊，你又再过几天，你的止损就可以卡到这啊，然后再过几天，你的止损就可以卡到这，可以随着黄线不断提高，直到黄线跌穿。你可以看到，在整这一段行情里，只要黄线往上，黄线都会是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支撑位。所以这个呢，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耐心等待回踩黄线附近不破，这个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是盈亏比最小的一个位置啊，这个是盈亏比最大的一个位置，危险最小的一个位置。我把这里放大一下，大家可以看到，你等黄线回踩到这里以后啊，你的盈亏比很高，因为止损的位置就在黄线，可能止损位就是1-2个点啊，但是往上上涨的空间很多。这个是趋势性行情的一个使用办法。大家可以不管你是自己用别的指标选择在什么位置来把握住一个机会，你都可以用这个黄线来做移动止损。好，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啊。接下来我来说一个比较难的，就是震荡行情啊。大家可以看到，还是以英伟达为例，这一段时间是震荡行情。如果你使用均线策略，你会看到这一段时间很乱，对吧？一会儿站上均线，一会儿又踩穿啊，并且它会踩穿得很深，这样你就很难以把握，对吧？到底是破位了没啊？可能踩穿了，你觉得破位了，你离开了，它又立刻往上涨。但是用大帅的这个系统，它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在这里我们加了一层双重保障来验证震荡区间的一个支撑位。什么保障呢？就是这个绿线。这个绿线呢是一个大截段的一个支撑线，它和黄线构筑在一起，就可以确保当前周期合适的支撑啊，而且这个参数修改过啊，正好适合于像美股啊、股市啊这样的市场啊。加密货币的话呢也实用，但是美股的市场呢是简单版的啊，加密货币一会儿我会讲啊，那个会稍微难一点点啊。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很简单，你可以看到，首先黄线往下的时候你要注意啊，黄线往下的时候代表趋势是往下的啊，那趋势是往下的应该怎么办呢？两个方法，一个等黄线重新拐头往上，代表趋势往上了啊，还是刚才的方法，你可以在趋势往上找回踩啊。第二点呢，趋势往下的时候你可以寻找支撑，支撑在哪里呢？支撑在绿线啊，包括这边对吧？支撑在绿线，当它在支撑撑住了，还是和刚才一样的方法，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寻找一个最佳盈亏比，对吧？在这个位置支撑撑住，你设好止损，亏损的话呢亏一点点，盈利的话呢盈利很多，这个盈亏比是很划算的，对吧？一般能达到1:3啊到1:5之间。这个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支撑位，包括这个止损位，这个就是绿线的一个作用啊。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回踩绿线，黄线确认没问题，对吧？然后你在往上的过程中呢再来找回踩，这个是最简单的。但是这种方法呢有一个缺点，就是如果它立刻往上涨了，你比较难把握住啊。所以这个呢就要看大家自己，你对于市场的一个纪律，对于市场的一个理解，你要怎么选择。对于我来说呢，我最喜欢盈亏比最高的方法，对吧？你就在这个位置绿线支撑住了，然后这个位置绿线支撑住了 OK， 我设一个止损啊，在绿线下面一点设一个止损，这个位置盈亏比很高，对吧？不管是这一波还有这一波，对于我来说我都喜欢盈亏比高的方法
可能也会亏，对吧？万一它跌穿了，我也会止损。但是这个盈亏比我做5次，对吧？哪怕对1次啊，我都能够在这样的市场上获利，对吧？这就是盈亏比高的一个优势，这个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方法啊。当然这个呢，可以按照你自己的一个喜好来说啊。好，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进一步确认，也是我经常使用的，那就是在这些位置，你可以再切成更小的周期来判断，这个就是看长做短。例如，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是10月22号，我们切到60分钟。好，60分钟10月22号找到，对吧？10月22号是从这个位置开始的啊，那么你可以等待60分钟。你看60分钟，这个位置成功站上黄线了，并且黄线拐头往上了，对吧？那你就可以在这个位置附近来寻找它的确认点啊。如果你说我还不放心，对吧？那可以再等一等，对吧？等它也重新站上绿线了，黄线还继续往上，你可以寻找回踩黄线附近来找机会啊，或者说寻找黄线同上穿绿线同时站上2根线的附近来找机会，这个也是可以的啊。这就是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啊，包括你缩小到更小周期，你用15分钟看，你说你就想做一波日内的 T， 或者就想做一波日内的短线，也是一样的道理，站上黄线并且黄线拐头往上，对吧？这个是默认的一个趋势转折点，然后回踩黄线不破，对吧？这个是你可以加仓点单，记得要在黄线下方设置止损啊。然后什么时候跌穿黄线，该撤退就撤退，不要犹豫啊！这个交易纪律是100%要有的事情。我个人的习惯，任何一笔交易，只要我出手，一定是第一时间带上止损啊！这个是一个最基础的纪律啊！这个大家可以看自己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最基础的纪律就是你出手就要跟上止损，不能说出现你无法承受的风险，对吧？或者说出现你没法接受的事情，这个是不行的。好，这个就是在股市上的使用，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包括像我们看一些这个台积电，对吧？我们以台积电为例吧，同样的切到日线，你可以看到也是一样的用法，很简单，对吧？黄线往上的时候注意多头机会啊，然后回踩黄线不破，就是一个短线的一个支撑啊，然后当然这上面我还加了一些其余的信号，这个可看可不看啊，这个只是辅助的，你有的时候超跌了，它可能会提示一下，超涨了可能会提示一下，但这只是一个辅助的信号啊，它不能代表趋势，只是说很多时候到这种位置可能会转折，或者会长期震荡，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啊。最好的办法呢，直接切成小周期就可以了，这个是最简单的，对吧？包括这里台积电60分钟啊，也是一样的，对吧？如果你想拿再大一点的周期，你就一直拿绿线啊，只要绿线往上就行。如果你喜欢小周期或者日内做 T， 你主要看黄线就够了啊，或者说你想反应的比较快啊，因为绿线可能回撤比较大啊，那你就直接看黄线就够了。好，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加密货币市场啊，在加密货币市场里呢，它也是一样实用的啊，并且在加密货币市场里要更加注重小周期啊，这个我一定要强调一点啊。加密货币市场里你一定要关注小周期，大周期的话呢，你可以用它看一些趋势，例如在日线，对吧？当黄线往下的时候，趋势是往下的，对吧？然后如果它黄线往上呢，那么趋势就是往上的，然后支撑还是一样，对吧？黄线往上的时候呢，支撑是黄线，黄线往下的时候呢，如果跌穿了黄线，就要注意短期也到支撑的啊，这个位置呢，你就不要去再开空了，对吧？这个位置再开空可能就会风险大一点啊，因为它已经在支撑位置啊，在支撑位置了。当然这个呢，你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实战和对市场的一个理解来啊，只是按照交易技术来说，你肯定是选择在阻力位开空，对不对？肯定是过不去在阻力位开空，在支撑位开空，对于交易机率来说，肯定是盈亏比低不合适的啊。这一点我就不展开讲了，大家可以看一看我其他的视频啊。
然后我们切换到小周期，对吧？在加密货币市场，你可以看更小的周期，像15分钟，对不对？黄线往下啊，那么你就可以直接看到黄线往下，它就是往下的啊。然后平常的话呢，也在黄线为支撑啊，或者是你打开60分钟，对吧？这个大家可以自己一看就看得明明白白了啊。像这个30分钟。然后对于加密货币这种一定要注意小周期啊，包括我们可以打开以太看一下以太更活跃一点，对吧？但你会发现它的小周期也是依旧实用的。然后同样的方法，上涨的时候绿线是支撑啊，那么下跌的时候呢，绿线就变成了红线，它就是阻力，对吧？你可以看到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呢？把它的这个节奏搞懂。首先呢，它是跌穿黄线，跌穿黄线，黄线往下，它就形成了一个下跌趋势的动力。然后远离黄线之后，对吧？那就远离支撑了，那它就会往上反弹，对吧？然后反弹上黄线之后呢，它又会沿着黄线往上走，然后反弹到红线附近到阻力位了，能不能转折呢？转不过去，好，继续往下走啊，再到阻力位转不过去，继续往下走，再到阻力位转不过去，继续往下走。然后到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对吧？在这里为啥反弹动力比较强呢？就是因为它远离黄线了，形成了一个乖离，对吧？就跟这边一样，红线在这里，黄线在这里，它们俩的距离远了，它就会形成一个乖离。这边也是啊，黄线红线距离远了，它就会形成一个乖离。那这个就和均线的格兰币是一个道理。这样的话呢，它的反弹就会比较有力。所以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越是这种跌得猛的、距离远的，越是随时有可能发生反弹啊。那什么时间反弹呢？站上黄线，并且黄线往上，代表它当前进入了反弹阶段。注意一下，这两点缺一不可。站上黄线，并且黄线往上啊，这个是代表它进入了反弹阶段。上涨的阶段呢比较简单，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刚才讲过的话呢，我就不再重复了。好，然后对于这种位置的话呢，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结合一个其他的指标来判断，那就是 RSI， 对吧？大家知道 RSI 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是超跌反弹，它可以帮你判断到底超跌了没，对吧？很多时候这个超跌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你说了算，对吧？跌这么多算超跌吗？啊，跌这么多算超跌吗？但你看 RSI 啊，当 RSI 到达这个子线之下啊，这个区域，对吧？我们一般用30之下啊。然后对于加密货币市场呢，我推荐20到30之间啊，越低越好，对吧？就代表超跌了啊，代表超跌了，包括这里啊。但是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啊 ，RSI 有的时候会背离。对吧？例如这里 RSI 也超跌了，对吧？但是这种情况呢，你又要注意，它超跌不代表立刻就会涨啊。包括这里 RSI， 你看它超跌以后，它是走了一个箱体震荡，对吧？最后又踩了一脚，形成一个背离，它才会涨啊。这就等于是背离了，动能更强了，对吧？包括还是刚才的理论，你也可以发现，在这个位置距离红线还是太近了。但是到下面这个位置呢，距离红线就明显的要远啊，所以这些位置，这些你都要考虑到啊。那么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在交易的过程中一定要带好止损啊。例如这个位置，假设你选错了，对吧？你按照黄线一设止损，对吧？或者按照黄线附近设一个止损，你是损不了多少的。但是等它跌到下面重新启动，你可能再进去，对吧？这一下就把止损赚回来了。甚至还赚了个4倍5倍，这就是一个对于一种位置的一个把握情况啊，这就是我常给大家说的交易纪律。你所有的准备都是围绕着交易纪律来，对吧？你入场就得想好，我在什么位置止损，我是移动止盈还是涨到红线我就止盈，对吧？我要拿哪些空间，我要承受哪些风险，这些风险是不是我能承受的，对吧？这些都要考虑好啊。例如可能止损10%你能承受，那止损50%你能不能承受？
你得先想好，你不能说等亏了 50% 了，你才觉得哎呀亏太多了，我不能承受，那你这交易就是很失败的啊。所以我的建议呢，为啥给大家说止损一定要设得近，然后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啊，就是这个风险的话呢，大家一定要避开啊，一定要避开。至少我自己的话呢，我就习惯耐心等待，对吧？等它跌到支撑了，或者等它要明确的反弹动意向了，我再入场啊。同时的话呢，止损也是第一时间跟上，我觉得这个是自己对自己交易的一个负责。如果你对自己的交易都不负责，那谁能对你的交易负责啊？所以我希望大家把这个一点做到位啊，做到位，对自己的交易负责，对吧？保护自己的本金是最重要的事情啊，是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当然呢，大家还可以结合其他的这个指标来判断，对吧？这个看你的喜好了。你可以用 RSI 判断超跌超涨啊，或者是用一些别的指标，但在这里呢，最好搭配共振来说，最好用互补的指标，对吧？互补的指标是什么呢？本身这个大帅趋势买卖，它就是一个这个趋势指标，它就有了支撑位、阻力位的一个效果，对吧？所以一般呢，你不要用支撑位、阻力位，你可以用这个量能，对吧？或者是用这个超跌超涨或者是用这几个判断超跌超涨的、判断情绪的，这些都可以啊。但是不要再用一个支撑阻力位，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用那种呢，你不如自己画打线，对吧？你可以画一个黄金分割呀，画一个加恩角度线呀，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好，然后这个呢，就是大帅趋势指标 VR 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方法，大家也可以自己结合别的，对吧？包括像什么期货呀这些你都可以去看，都是实用的啊，对吧？因为我们打开黄金，同样切到日线，对吧？你可以看到也是完全实用的啊，这个你可以自己去研究，自己去找啊，然后对照着来，对照着学啊，然后也感谢大家订阅大帅的频道，点赞视频啊，然后指标的话呢，在下面留言区你可以免费使用啊，如果你找不到呢，在留言区告诉我啊，我会把这个指标发给你啊，大家可以看一看下方的简介，然后大帅也编写了很多其他的指标，你也都可以去使用啊，这个下方的简介里也有。在这里大帅要特别强调一点啊，本期视频只是大帅自己做的一个指标给大家分享啊，不构成投资意见啊，大家要自己对自己的交易负责。这个市场是有风险的，不管是股市也好，尤其是加密货币是有风险的啊，大家一定要谨慎的判断，避开风险。这一点呢，大帅要特别给大家强调一下啊，大帅仅作为个人的观点，不构成投资意见。谢谢大家的观看，很感谢。